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期节目呢，我想从我了解的角度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广西桂林农村人是靠什么生活的。我想广西呢，应该是在全中国属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那么，我觉得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应该有一定的代表性，就是说，既然我们广西桂林工程这农村是这样，那全国可能大部分地方呢，要比我们这里稍微好一些。首先说说医保，农民呢，每个成人每个人头每一年要交350块人民币。如果你生病了住院了，那么有50%到80%不等的这个报销，主要是看你的年龄，还有看你什么病情。另外呢，如果农民舍得花，比如说花80块钱还是70块钱吧，反正不超过100块钱人民币，可以呢买一个所谓的大病医保，可以保到最多100万人民币。所以网上说的啊，就是农民看不起病，这个呢应该是不太成立的这种观点。因为我家呢，我们就帮老人买了这个大病医保，花了应该我没有记错的话，真的是70还是80块钱，所以非常实惠啊。那么这里的农民到底靠什么生活呢？我今天呢就以这个例子，我们看见这个现在这画面就是有个这个机器在耕作，对不对？在田里。这是我一个小学的同学，我今天刚好从我自己3楼的窗子，我看见呢有这个机器在耕作，所以我就跑下来，刚好我就看见啊，那个人竟然是我小学的一个同学，我的同班同学，我们一起在读了3年。在原来那个节目当中我说过，我1、2年级是在我们的村小读的复试班，也就是1、2年级它只有一个班。开始的半节课是上1年级的，后半节课上2年级的，3年级开始呢就到晚小去读了，就跟他一起读了3年。当时我们小学只读5年级，所以呢我跟他读了3年，这样是比较合乎逻辑的，对不对？接下来这一段呢，就是我跟他的对话。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他了，虽然他在邻村，但是平时呢我们几乎见不上面，这就是生活，没办法。你看这全部是人家喊你种的哇，种了30几亩啊。哦，我讲如果是普通的话，如果讲自己的请那个机器来挖，自己搞的可以搞去了。哦，等下这一片全部搞。哦，芋头也是你种的，肯定是种的嘛，是吧？你今年种的，你今年是种的，今年要差点活，明年会种的。哦。去了吧？今年这个天气啊，现在该水进来了，雨水太重了。是啊，可能是上半年可以讲是全部是下雨哇，下半年干旱。上半年突然不该水进。哦。那个是你叶老板？不是，叶老板谁了？中国大陆的农民跟其他国家和地区最不相同的地方，就是在大陆每个农民都有自己的田和地，都有自己宅基地，所以这个田地啊这一部分呢，其实对农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份，可以说是收入吧。因为这样说吧，就是你有田地，那么你就可以种各种各样的东西，从粮食到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等等，你都可以种。另外呢，有自己的田地呢，你还可以养养鸡呀、养养鸭，对不对？你有自己的地盘呢，所以呢，这一部分收入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是没有的，因为他们的农民很多可能连田地都没有，只能租地主的，比如说在印度租地主的田地来种，一辈子呢就是这样子。但在我们中国大陆是不同的，就是说每个人都是这田地的主人，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设想、你自己的计划呢去种。去经营，所以呢，我就说，比如说在我们村啊，像我哥他们我有2个哥，他们有2个家庭啊，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菜园，有自己的自留地，种了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蔬菜啊、水果啊，所以一年到头，可以说吧，一半的蔬菜是自己种的，一半的蔬菜要靠买。因为不可能呢，一年365天都吃自己种的蔬菜，毕竟呢，我们这里比如说它有季节性啊，对不对？有的时候想吃其他蔬菜，那就去买呗。然后呢，我大嫂、二嫂都养了
我不知道多少只鸡，反正呢，这鸡蛋是可以供全家人一年到尾都可以吃的，就是说不用额外买鸡蛋，而且他们的鸡蛋是土鸡蛋。什么是土鸡蛋呢？就是呢那种有机鸡蛋，就是放养的，那鸡就是跑出去，跑地鸡、走地鸡，它吃什么虫子啊、吃草啊，这样生出的鸡蛋特别的有营养。我觉得这在城市里面，你从超市里面买到所谓土鸡蛋，可能不太有保障。我觉得那不一样。比如说今天，因为我妈呀总是吃我们2个哥或者我2个嫂他们养的鸡生的鸡蛋，然后刚才我吃过晚饭之后，我说我们母亲呢已经明天没有鸡蛋了，然后呢我大嫂马上就到那个鸡窝里面找了3个出来，就是今天下午刚刚生的鸡蛋，如果想吃今天晚上就可以马上煮。所以在农村啊，这种东西特别的新鲜，在城市里面你是不可想象的啊。所以大家看到了，像这种蔬菜呀、水果啊、鸡蛋，如果他们自己没有，是不是要花钱去买？那他们现在自己有了，就不用另外花钱了。其实呢，就是收入的一部分，对不对？吃鸡了。对的，没试过上芋头，鸡后没试过。对，一般是长到土豆啊、马铃薯啊、番茄种啊。啊？啊？要不要什么东西哇？这是个东南亚国的嘛？所以说网上说的啊，你看，某位前总理说了啊，你看中国农民怎么样，平均不到1000块钱。当然这个呢，我已经不想再说这个话题了，因为已经说了很多次了。这个他说是有预先的那个前提的，在这里我不想过多的再投入这个话题。就是说，其实呢，中国的农民他的田地呀，还有他的宅基地啊，真的应该是算作收入的一部分。另外呢，中国农民每年交350块钱医保，这也是其实一种补贴，我认为。所以说，如果是在我们广西桂林这农村啊，如果是一个家庭，比如说4口人，如果你有1000块钱的收入，4个人，也就是每个人250块钱。如果不生病，绝对生活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呢，你可以吃的还不错了，然后呢，你还可以，比如说开一个什么电瓶车什么之类的。如果你想买车，当然你的收入要更高，就是能保证你还算得上体面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一个家庭1000块钱，这是我的观察。因为我发现呢，如果你自己种稻谷啊，自己种一些蔬菜水果啊，养了几只鸡，可以保证鸡蛋。这些呢，你平时可能就买猪肉啊，现在猪肉大概是几块钱一斤，不到10块钱，绝对不超过10块钱。我们这里甚至超市呢更便宜。然后呢，很多人是种了一些花生的，花生可以榨油，大家知不知道？榨油自己吃自己的花生油是植物油，这也是比较有营养的。你看，真正要花钱的真的不多。其实我们这里花钱比较多的，反而是人情世故，就是说，东家有人生日了，或是西家有人呢，可能家里面有人过世了，要那个打红包去，这是就是人情世故。1年的花费，可能一个家庭，我觉得应该是要2-3千块钱最少吧，我不知道具体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其他的我觉得是光是吃饭真的要不了多少钱，就一个家庭，我觉得如果是4口之家，1000块钱左右就够了。前提是呢，你必须自己种一些蔬菜水果等等。所以呢，其实生活压力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没有大富大贵，活下去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还不错。另外呢，我们说了开支，那除了这种蔬菜水果或是田地自己的外，那肯定还要想法赚钱的，对不对？
那如果是普通的农民怎么赚钱呢？大部分呢，可能不是特别年纪大的，一般是到广东啊，或是其他省份去打工，或是就在我们本地也可以做那个零工，就是做一天算一天。有的也可以进厂，我们这里也有进厂，但是我们这里工资不高，可能进厂就是2000多到3000块钱，大概是这个幅度。有的厂可以给你买5险，但是大部分是没有，大部分呢是小作坊形式的。但是如果你就是1个月真的是去做，比如说25天左右，那你1个月的生活费绝对是不成问题，养全家也不成问题的。所以你看，虽然我们这里的农民啊，或是我们这里的农村没有很多工业，但是你看，我观察啊，几乎所有的那个农民的家庭都买了汽车了。现在，特别是这3、4年，这个汽车走入农民的家庭特别的快。网上有人说，过去2、3年，因为这疫情，大陆的那个经济增长特别缓慢。拿酒好大点可能。哦，你渴吗？这个是我小学同学，他种了30多亩，因为很多人不想种，所以都给他种，不用租金。他说1亩大概能挣1000块钱左右，也就是说，如果种几十亩，那每年光是种水稻可能有2、3万块钱，他一个人种，出了成本啊。他还种了上面的芋头，我没具体问他1年到底能存多少钱，估计也就是3、4万、4、5万人民币吧1年。反正当农民挺辛苦的，而且要讲那个价钱啊，可以不？是啊，记录下子啊，看着你表演啊。没少盐的，谢谢。有抗体了。哦，因为我们这里的红蚁就是外来入侵的那种生物，非常厉害。像这种水田那田埂啊也有，所以我不敢过去，因为我被咬了2次，特别难受，要难过4、5天，甚至呢。种的人要住院，那红蚁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搜就知道，非常的毒。啊，他那个工作一段时间，现在休息一下，抽一支烟，就在我家的附近。我听到，所以我就出来了。我从我的窗口看到。这里的橘子树。去年的那个水果没有摘，今年呢又出来了。你看那里还有去年的水果，黄那里。我刚才去摘了一颗，还挺好吃的。好，等一下回去了。这就是现代化农民啊，因为现在都是机械化，所以一个人能种几十亩。以前如果是全部手工的话，一个人种1、2亩就非常的累了。现在中国的农村一般都是机械化，有大型的，有小型的。像我们广西啊，它的水田地比较小块，所以一般是用小型的或者是中型这种农具。像这个应该是属于中小型的吧，像这个。听说这样一台要17、18万，弄好所有的手续。我以为啊，只是几万、4、5万块钱，他说要17、18万，所以投资还是挺大的。然后我问了他，像这样1亩，这样爬根，把它弄好要多少钱？他说1亩要给他150块钱。一天可能他能够用这个机械能够弄10亩到20亩左右，我估计20亩。那么他每天
这营业额就是3000人民币。3000人民币，如果是你出掉成本，那这利润还是挺可观的。所以对农民来说，还有对这投资的搞农具的人来说呢，都是不错的生意吧。对农民来说，减少了他们的那个体力劳动，就是减轻体力劳动。对另外这个投资搞农具的人来说，他的利润也非常可观，所以是双赢的局面。好了，各位朋友，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吧。这就是我想给大家看看我们现在农村是怎么样的，到处是果树，有鸟儿，有蝴蝶什么之类的，反正在农村能够活下去，活得还不错。虽然不像城里那么轻松，但是如果是你肯干，像我这小学同学，就是本村的人田地不想种，然后给他种，你看他一个人种几十亩，所以他一年也能够活在农村，一年有几万块钱也不错了啊，4、5万是纯的利润啊，相当于差不多你一年折合成美元，那就是多少钱了？就是7、8千美元了，就相当于存下来的钱啊，这样也不错，对不对？你说这汽车进入农民家庭了，不可能吧？因为他们不了解大陆，不是因为这疫情呢，大陆人1分钱收入都没有了，都被饿死了，不会这样的。他即使呢是零增长，还表明呢，只要有事做还是有收入的，对不对？比如说现在春季季节，如果你不出去打工，那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水果，有老板来收，那么老板会雇人去摘水果，每一天大概100块钱到150块钱左右。然后呢，秋天有其他的水果，也要人去装去摘，一个女工每天也可以得100到150块钱。所以呢，如果是你一年到头有半年有事做，那你一年的那个生活费也不成问题了，对不对？男的，如果你不出去打工，不去厂里啊，比如说广东那边每个月可以挣4000到5000，还有我们这里的那个女性啊，比如说到深圳那边做月嫂，因为我现在请这个月嫂，她就告诉我，像我们老家这里啊，有不少人，也就是女性啊，跑到比如说深圳那边做月嫂，每个月8000到1万块钱。你们知道吗？月嫂几乎可以把这钱全部存下来，也就是说一年大概是10万块钱能存下来。他亲口告诉我，他说几个月嫂都一样，他们去了几年之后，把钱全部拿回来，然后在老家盖了3层的别墅，而且装修好了。然后呢，你刚才说了，去厂里去打工，一个月有4、5千块钱，所以农民的生活费啊，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这样转起来。所以我们这里的农民就是有的出去打工，有的在当地打工，但是呢，一年到头，只要你好好去干活，每年弄几万块钱生活费是没有问题的，养家糊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这点呢，我还问过我以前的那个发小，他也是这样告诉我。他说现在搞生活，只要你不懒，绝对没有问题。好了，朋友们，希望呢今天通过这期节目能给大家解解惑，让大家知道，像我们农村人，比如说广西桂林的农村人，他们是靠什么生活的。如果这样的话，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好的，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